朋友们好呀，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我去了我们校园啊，见了一些我的导师，然后我上了一些课。那么因为昨天视频做的已经蛮长的了，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来谈一谈我的自己的一些感受。那今天的话，我想就是说能够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就昨天一天的感受。首先一个字就是躺平。昨天我整体下来一个感觉就是，在大学里面啊，这些老师啊，其实他们的思想状态啊，其实也是属于，就像我们社会上很多人说的"躺平"两个字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天我跟我导师聊完之后呢，其实他现在的话，他也就等着退休了嘛。那么我导师以前他是一个很怎么说？他是一个很拼搏的一个人吧，因为他那时候30多岁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留在复旦大学任教，然后呢在任教了几年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学校里面的一个授予这种教授啊副教授的，他们要评选嘛，他其实当时他跟我们说的是他有点被政治排挤了，因为他觉得他那个时候。他无论是在学生的口碑也好啊，或者说教学的质量也好，在整个复旦大学都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呢，在评副教授的时候呢，他败给了另外一个对手啊。当然这个对手其实是有后台的。他跟我们说这个对手其实是当时那个那个学院的这个院长的一个亲戚，还是说他的一个。反正关系比较近的一个人吧，所以他评上了副教授，然后他没有评上，所以后来呢，他就跳槽，就心里不舒服嘛，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付出了那么多，然后又评不上这个副教授的职称，然后他就跳槽跳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然后华东理工大学呢就直接给他了一个副教授的一个教职的一个职称。然后呢，在华东理工大学呢，前几年因为我是他的第三届的研究生啊，前面还有第一届、第二届。至少从我在学校的角度来讲，第一届到第5届的学生，他都是非常的在意的，他都是会集体参与我们论文的写作也好，然后平时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啊。然后他昨天跟我说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也跟这些学生也玩不到一块儿去了，然后也不会带他们出去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其实我是觉得他其实也就50岁出头嘛，正常来说的话，作为男人来说，其实50岁出头还是可以做些事情嘛。但是昨天聊下来的整体感觉就是说，他也在躺平了。反正他说他，女儿也结婚了，对吧？给女儿房子也买了，然后自己呢也不写论文了，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在那边躺平啊。那么我上课的时候，这位教授呢，其实在他的教授课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能够隐隐的感觉出来，他也是在躺平的啊。因为对于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些状况啊，一些社会事件呀之类的东西，好像大家都无力回天，都没法去做一些改变，就不像之前可能那么有信心，或者说那么有这种欲望去改变一些事情。那他现在也是在讲课的过程中也是怎么说呢，挺唉声叹气的啊。对于目前这个现状，这个是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一天的一个见闻啊。那其实在社会上这种躺平的言论也经常发生，也经常，特别是这一年来说，很多人都把躺平这个词挂在嘴上，无论是高级的精英，社会上高级精英，还是说底层的一些人士啊，大家可能都是得过且过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还想做点事情，我还有这种为事业奋斗的欲望的话，有这样为事业奋斗的欲望，但是总会感觉有一些无力感，包括在公司里面这些上级领导也好啊，公司的管理层也好啊，很多都并不是说要往前冲的一种感觉啊，大家都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好了，按时下班就 OK 了。那除非就是说这种整个公司的一把手，他们对业绩要求会有一些要求，然后 push 下面的一些销售啊之类的去拓展业绩啊。
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社会啊，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吧。我不知道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之前一直说咱们中国人可能太勤奋了，对吧？每天都在拼搏奋斗，没有自己的任何休闲的时间，都在忙着赚钱。那慢慢的呢，随着这个经济的下行、疫情的影响啊，大家可能这个心态都慢慢的变得平和了。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悖论，就是说很多社会上的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种统商人的世界啊，真的是一直在发生啊。特别是像东北地区那个沈阳那边那个有一个叫铁西的一个区吧，经常其实7月份还没有过掉呢，那就发生了那么多起的捅人的事件，还有包括上海之前上海地铁那个合川路那边的一个无差别的捅人的事件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我挺看不懂的，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躺平了，都过自己的日子了，那也没有那么多无辜伤人的一些事件存在，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报复社会事件的事件呢？我觉得可能还是，特别是在底层啊，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好，包括他们的就业情况也好，还是对他们的家庭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他们可能很多时候碰到了一些事情，也是情绪上容易激动，然后很多时候一了百了。今年的话，捅人的事件会比较多，但是其实你看去年啊，像那些开车撞人的事件，其实也不少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出现的话，就感觉整个社会啊，在我看来就很不安全，整个社会其实是在一种倒退的状态。还有最近出现的一些食品安全的事件啊，这种煤油车直接拿来运送食用车，啊，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公愤啊。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啊，真的是，我是觉得还没有完全，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还没有完全绽放的时候呢，就开始凋谢了。这个是我对未来非常担忧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会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持续多久啊？也许就像我昨天视频上说的，可能我们是会走这个日本失去30年的这样的一个路吧。所以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作为个体家庭来说，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保护好自己家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生命健康。少去掺和社会上的这些事情，然后呢，与人要和善一点啊，不要激怒别人。这样的话，对于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吧，谢谢大家。